Alright, good morning everyone. 坐在我身旁這一台呢，就是最新的 Porsche 911 GTS。那為什麼我講最新不可以講全新呢？因為這個還是第8代的992 911，但是它是 992.2， 算是一個改款，但它不只是一個改款。所以今天呢，我們就從吉隆坡飛到來泰國的清邁，主要來試駕兩款最新的 Porsche 911，一個就是911 Carrera Base Spec 從143萬起，還有我身旁這一台從189萬的 Porsche 911 Carrera GTS， 但是馬來西亞的那個189萬的是4輪驅動的。我們今天在泰國試駕的這一個，它是rear wheel drive 後輪驅動的。那當然這個911 Carrera 跟911 Carrera GTS 是目前這個 992.2 唯二的兩款車型。然後911 GTS 呢，其實它在過去一直都是扮演一個進階車型，就是911S 再上去就是 GT3 這樣子，它是一個中間的橋梁。可是這個最新的 992.2 呢 ，Porsche 就將它定位成為一個最高科技的911，所以它就有了 Porsche 史上第一個T-Hybrid System， 它不是像我們在卡宴、Panamera 看到的那一種傳統的 PHEV， 它是一個不需要插電的 Hybrid。所以今天的重點就是在泰國這邊來測試這個沒有 Hybrid 的911 Carrera， 跟這個加入了 T-Hybrid 用 3.6 litre Flat Six Engine 的這個 Porsche 911。那這一次也非常感謝 Porsche Asia Pacific 還有 Porsche Malaysia 的邀請，讓我來到泰國這邊去試駕這個。因為一般上我們去歐洲，我們是試駕 Left Hand Drive Version 的車子。那來到這邊，這個是在泰國當地臨時註冊的這個Right Hand Drive Version。所以影片開始之前，記得訂閱我的 YouTube 頻道 ，follow Instagram account， 來一下 Facebook page。OK， 我們直接去到它的 Sport Mode 了。OK。So 這一台車子它的0到100是 4.1 秒，但是這一台车選配了 Sport Chrono， 所以你Launch Control 你可以去到 3.9 秒啦。OK， 這邊有轎車，有 Motorbike。OK， steering 很重手。3、2、1。所以这一台911 Carrera 呢，它有394 PS 跟500 Nm， 车重是1595 kg。那個 of course 更重啦，但沒有到 PHEV 那麼重。所以開着911，我覺得可能是911這個招牌啊，它這個品牌，它給到你的那個心理暗示是 everything under control， 至少在 Sport 模式啦。然後 Shift 有車 ，First Gear、Second Gear 加，然後 Shift， 我相信等一下去到那個 T-Hybrid 的可能感受會更不一樣，因為這個992.2 已經從7 PDK 升級成為 X-Speed PDK。那我們都知道 PDK 它作為一個 sort of Dual Clutch Transmission， 它最厲害的地方就是在於它的換擋速度非常非常的順。所以 on daily drive 這個車子，我們現在回到normal mode。OK， 我們知道它能 push， 我們知道它有，你知道嗎？它接近400匹，500 Nm， 但是加慢的時候什麼感覺呢 ？OK， 現在4號牙 ，RPM 在1000多轉。OK， 我現在 switch 看這個OK， 這邊可以看到33，1000轉，準1000轉，什麼感覺？輪胎的聲音，就它能夠在這種你知道嗎？這種小路市區駕的時候，它能夠讓整台車子變到很 civilized， 整個車子你看，說你只要輕輕不用切換駕駛模式，輕輕的加速，2000轉上，3號、4號、5號，你完全 feel 不到 first second 的4號牙、5號牙，咚咚咚咚咚这樣子上。
哇，真是行雲流水。拜。哇 ，My God！ 你可以想象到開這一台 911。Maybe 從 Stuttgart 你知道嗎？穿越阿爾卑斯山下去瑞士蘭，去到奧地利，再下去意大利，你可以 imagine 自己在那個畫面裡面。OK， 所以當然這一次的992-911的911 Carrera， 它就 compared to 那個 T Hybrid 的，可能它的改變並不是很大，因為這個 engine capacity 一樣。Gearbox 升級，然後動力調整有一點不同，電腦系統的調整，然後它更多的是這一些電子系統，像它可以支援 OTA 之類的東西，包括電子儀表板，這個 Start Stop Button， 然後它的 Infotainment System 也調整，但它同樣保留按鈕。我覺得911它還是一台盡可能要順應今時今日的法規，今時今日的用戶的這個需求，因為今时今日的用戶，他們已經跟前幾代的911有很大的不同，他們車庫裡面有的車的技術的東西都有，但是它又不能夠去，你知道嗎？911它可能不是像 Macan 這樣子，可以一個華麗轉身可以直接從你知道嗎油車變成只有電動車這樣子，或者 Hybrid。其實911從1964年到現在，它可以說是整個汽車整個性能車裡面極少數是它能夠不間斷生產。OK， 我們說 Aston Martin Vantage， 我們說 Maserati， 你知道嗎？它都有斷斷續續這樣子，就是隔代隔幾代停產，然後又繼續生產。可是它是不間斷的，從1964年一直到現在60年的時間 ，Convertible、Targa。你知道嗎？各種形態、各種尺寸、各種年代的911，它都順應着這個時代，在不完美當中找到完美。所以我現在大概已經知道這個911 Carrera Base Spec 的到底是什麼樣的感覺。所以等一下我就要去到這個目前為止技術含量最高也是最貴的一個992-911，也就是911 Carrera GTS 從189萬起。4輪驅動的版本，啟動引擎，因為它沒有那個 belt， 沒有那個 generator 所以它是嗡直接來的。OK， 所以我們現在就上路去試駕。那關於 hybrid 的跑車，關於 hybrid 的高性能車，那個 recipe 通常就是 downsizing engine， 從 V12 變 VX， 從 VX 變 V6， 從 V6 變 inline 4 cylinder 的，然後再加入一個不大不小的電池，加入電動馬達，給它去達到這個更低的排放，更有力。但 Porsche 沒有玩這個東西 ，Porsche 走自己的路。OK，Let's go。What the heck？What the heck？ 哇，直接來的哦！我好像駕着一個有引擎聲浪的 Porsche Taycan 哦！Oh my god！ 哇，你聽到電動馬達的聲音？我剛才要講，每個人都在玩那個 recipe downsizing bigger battery。可是 Porsche 倒反。那講了這麼多次，到底什麼是 T Hybrid？ 首先，這個 T stands for Turbo。傳統 Turbo 依靠廢氣來推動渦輪，相對被動，會有 Turbo lag。而911的 E Turbo 呢，是主動配合11 kW 的電動馬達，可以發電和能量回收。在廢氣還沒有來之前，它就先啟動渦輪，提前介入，加速旋轉。再來車頭這邊有 1.9 kWh 的400V 高壓電池，電池的重量大約是27公斤而已，整套系統下來也只是50公斤，而其他 PHEV 跑車的鋰電池和系統大約在150到250公斤。當然了，這個 T Hybrid 是一套非常新，同時非常複雜的系統。再來911 GTS 也用了全新開發的 3.6L Boxer Engine。它採用了無皮帶的設計，發電和冷氣壓縮機全部改為電動，
可以縮短引擎的長度，讓出更多空間給混動的模組。我只是在 normal mode 罷了啊，就比那個911 Carrera 還要有力很多很多。當然是引擎就有485個 PS 跟570 Nm。所以如果是兩個東西加起來哈，是541 PS 跟610 Nm， 極速是312 km/h， 主電動馬達是54 PS， 150 Nm， 然後 combine 起來大概就是這樣子啦。我相信這個不是重點啦，因為這是 GTS。Right， 這還不是最頂級的911啊！如果你是帶着那個 momentum 去的話，你完全 feel 不到什麼 turbo lag。現在是 sport mode， 哇，那種 six cylinder 從後面傳來的那種感覺完全不同啊！像我每次講後驅車、前驅車，就是你在 shopping mall 啊，你去推那個手推車買東西啊，你是在前面拉着那個車子去買東西比較容易呢，還是你在後面去推着那個手推車？它很韌啊，它的韌性很好啊，整台車子。那相比較我過去開過的 Porsche GTS 車型，可能就是你知道嗎？友達以上戀人未滿 ，GTS 它就是一個不溫不火這樣子的 character。可是目前這一個 3.6L Flat 6 Turbo T Hybrid 的911 GTS 已經讓我覺得它已經很快了，真的很快。特別像我們在清邁這樣子的蜿蜒山路，這麼小的電池，這麼輕的一個電動裝置可以做到這樣子，甚至你可以不用提它了，因為對我來講，這個 1.9 kWh 400伏的系統，它扮演的角色，它扮演的角色，它更像是一個輔助引擎。而且你說影響駕駛操控嗎？至少到目前為止，我不覺得啦，因為你知道嗎 ？GTS 它還不是一個 GT version 的911，所以它還是要照顧到 on road， 所以我們現在駕的不是 full bucket seat， 那個你要給6萬塊，541 PS， 610 Nm， 0到100 3秒，for 一個180多萬起的911 GTS， 我覺得你追求的不是這個東西，是它的 value， 它不宣揚，它不炫耀，它不炫技，但是它的技術含量滿滿。它會讓你成為一個更好的車手，而不只是一個駕駛者。Oh my god， 已經聞到 GT 味道的911 GTS， 希望未來有機會能夠在 Malaysia 回到馬來西亞的公路上面去開着這個911 GTS， 這個我覺得是最不像最不 GTS 的一個 GTS， 因為 GTS 一直就是給我那一種在中間，我覺得它不是在中間，至少目前它是一個最頂尖的 992.2 了。Alright， 到了我們做結論的時候，那今天非常高興可以來到清邁這邊試駕 992.2 的911 Carrera 跟911 Carrera GTS。那能夠 back to back 試駕兩台車子是一個很難得的這個體驗，而且都是 right hand drive， 就是在我們相對比較熟悉的這個道路去試駕它。那毫無疑問的，這個 3.6L Flat 6 Turbo T Hybrid 的車子是開起來更加有力，而且它雖然車子更加的重，但是它的整個 steering input， 當你在入彎、當你在出彎的時候，它都是一個更加安全，感覺上更加輕的一台車子。但就是在低速的時候，它會有一點，你知道嗎？就是過於躁動，過於蠢蠢欲動這樣子。所以它是一台已經非常接近 GT 等級，就動力，這就是這個 power figure 層面。可是這一個3.0L Turbo 的這個 Porsche 911 Carrera， 它相較於改款之前，其實差別並不是說很大。主要是在一些 software 使用界面上等等，但它已經足夠好。可是如果在這個911 Carrera GTS 的旁邊，其實它就顯得有那麼一點點的，也不可以講 underpower， 因為其實400多匹，500多 Nm 0到100 3.9秒或者0到100 4.1秒已經足夠有力。但是你考量到它的這個價格，它是從143萬起，這個從189萬起。
當然這些東西都是不包含附加選項。Of course， 你買到GTS 很多東西都是標配的，像 Rear Wheel Steering 後軸轉向系統，這個在剛才這樣子的路是一個非常實用、非常有用的東西。那它少了 Rear Wheel Steering， 可能你在出彎的時候，要更加的怎麼講，會影響你的速度，影響你出彎的這個節奏。所以簡單來講，這是一個如果你要用力去 push 它，它會需要更多的 driving skills， 這個就相對不用這麼多 driving skill， 因為車子已經足夠聰明，它的 hardware 已經足夠讓你能夠去征服每一個彎道，不管是入彎出彎，都會用更加有信心的這個姿態去完成。覺得兩台車子開起來給我完全不同的個性，即便它們都是相同的 992.2 的911，但是開起來完全不同。一個更加是 everyday sport cars， 这個也是 everyday but not so everyday， 它比較有點 weekend car 那種感覺啦，就是你可以 push 它，不過有時候你想要開慢的時候，它會一直跟你講不要開這樣慢。OK， 這是一個 GTS， 不是 GT2 或者 GT3， 那是因為目前我們還沒有看到一個比992 911 Carrera GTS 更加高檔次、更加高動力的版本，所以這個911 Carrera GTS 就自然成為目前你能夠買得到技術含量最高的一台 Porsche 911 Carrera。所以，預知更多詳情，記得留意我的 YouTube 頻道、Instagram 還有 Facebook account。我們將會在接下來可能有機會可以在 Malaysia 再試駕這兩台車子。So， 喜歡影片記得分享、按讚、訂閱、follow 我的 Instagram， 高來在 Facebook Bash。And see you in my next video。3, 2, 1 cut。